我爸是本市最有钱的企业子，有108个私生子，20多个小老婆，数不清的红颜知己。但对外他只认2女1男。我叫苏凡，是苏家对外承认的第3个孩子。此刻刚坐车到家，突然一个人拦在车前。哥，我想和你聊聊。我没有看他，而是看向他旁边的管家。少爷，这是老爷才认回来的孩子，很多规矩还不懂。他幼稚的让我想笑，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。你想聊什么？给你1分钟。哥，我妈说了，他才是爸心里最重要的人。我既然回来了，你就该把位置让出来。你当了20年少爷，也应该当够了。我嘴角抽动，那是我在努力憋住笑意。哪来的傻子？连老头有100多个私生子都没查明白，就想取代我？你凭什么让我把位置让给你？凭你1年能挣几10个亿吗？还是凭你刚被认回来的身份？你叫什么？智商多高？在哪上学？一连串问题使苏建呆愣在原地，管家使劲用手戳他提醒：别愣着，快回少爷话。苏建回过神来，挺了挺胸，眼中满是回归豪门的渴望。哥，我叫苏建，爸答应我了，回来之后不会让我受委屈，这个家以后换我做主。苏建话说完，往后面一招手。还有，忘了告诉你，你的女朋友我接手了，爸承认的儿子只会是我，大姐二姐以后也只会疼我一个。苏凡，我们结束了。上周我看中的那条钻石项链，你没有给我买，建哥给我买了。我看到他们挽在一起的手臂，忽然笑了，不是冷笑，只是觉得真的有趣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你了。你不生气吗？我抢了你的女朋友啊！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一个10万的爱马仕包而已，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赵管家，明晚安排一场宴会，让大家都认识一下新人。哥，你不怕外面的人知道我是爸的亲生儿子？一旁的管家实在看不下去，拉着苏建就要往路边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对着我解释：少爷，我马上给他说清楚苏家的规矩，明天一定会让他倒背如流。我无所谓的点点头，毕竟上一个这么嚣张的坟头草都长好高了。我转身进入豪门，苏建还被管家拦在原处，身边柳如烟还不停地讨好苏建。建哥，你刚才真威风，苏凡他根本不敢跟你争。威风？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？什么叫他没买我买了？显得我像个只会花钱的傻子，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你对我的好。闭嘴！他玩剩下的我也不会要，给我滚！我刚在装修奢华的客厅坐下，二姐就从楼上下来了。小凡，你是不是碰到了苏建那个新弟弟了？是碰到了，挺有趣的义兄弟，说要取代我，还从我手里抢走了我前女友。正好那个女人我已经玩腻了。今天那个苏建还送了我一屋子白玫瑰，每朵花上都系着卡片，写着献给世界上最好的姐姐，以后请只疼我一个弟弟，熏得我头都疼了。看来他妈妈没教他，你最讨厌白玫瑰。所以我说他蠢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戏看。大姐晚上有跨国会议，让你别等她，她明天直接去宴会。知道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左手挽着新交的女伴，右手挽着大姐盛装出席，所有人都起身问候。大姐不仅是苏家长女，更是掌控集团海外半壁江山的实权人物，就连我爸也得看大姐的脸色。却没想到这时苏建就凑了过来：哥，你不是最爱柳如烟吗？她又是谁？我们苏家的人带什么女伴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被大姐训斥一句，苏建不敢说话，我则是没有理会，推开他慢慢向前走去。其他人见到都乖乖的问候，这可把苏建羡慕的不行，又像个狗腿子似的凑上前。哥，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世家子弟？他指了指一个漂亮的女。这个是谁家的？我能追她吗？我和大姐对视一眼，不自觉笑出了声。弟弟啊，在这里的可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，你可以喊她13姐。苏建看了一圈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么多，怎么可能都是？苏建没有相信我的话，而是转头看向大姐，一脸为我说话的样子。我知道哥不是故意的，我懂的，他是害怕我把姐姐抢走。苏建的声音落下，空气安静了一瞬，大姐苏晴笑容逐渐消失。弟弟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，这是苏家认亲，不是过家家。大姐，我……苏建僵在原地，看着我自然地走向另一边，和几位气度不凡的宾客寒暄。他暗暗捏紧了拳头。他们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，凭什么？我也是爸的儿子，妈明明说爸爸最爱的是他。苏建环视四周，发现刚才还围着他奉承的几个年轻私生子，此刻都躲得远远的，只有一个看起来怯懦的男孩凑近。建哥，少说2句吧，这里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爸的种？这时管家赵博走了过来。建少，老爷刚刚来电话，问起宴会情况，我汇报说一切顺利。老爷听了挺高兴。爸还说什么了？老爷说让你明天早上9点去书房一趟，老爷有些事要交代。爸要单独见我？是的，是关于南城那个开发案的。爸这是有意提拔我。苏凡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爸是本市最有钱的企业家，有108个私生子，20多个小老婆，但对外他只认我和另外2个姐姐。谁知道有个私生子冒出来要顶替我的位置。要我说，老爷子就是心软，什么阿猫阿狗都给个名分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有些人生来就上不了台面，浑身上下也就那张脸还能看，靠着那张脸混口软饭吃。
包厢瞬间安静，所有目光都投向我。我放下酒杯，身体微微后靠，目光扫过苏建。话确实心软，不然今天这包厢里坐的就不会有这么多垃圾。你说我垃圾？旁边一个试图巴结苏建的私生子苏白急忙打圆场。建哥别误会，三少没说你是垃圾，他只是担心最近南城开发案老爷子有意考核，怕你没什么经验。这话看似劝和，实则是在质疑苏凡。南城开发案关乎到集团发展，却被安排给苏建，很多人都觉得集团风向要变了。确实不是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苏建和苏白的脸色一变，都带上了怒意。苏建更是气得颤抖。苏凡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靠着你姐姐吗？你离了他们，你就是个屁。是啊，我是靠姐姐，大姐执掌海外，二姐把控国内，他们愿意给我靠，你可是什么都没有。苏白强忍住怒火，拉住气得颤抖的苏建，挤出一丝笑容。建哥，算了算了，三少说的对，是我多嘴了。知道了就好，管好自己的手，有些东西你碰不了。三少教训的是，这里的酒太涩了，能慢慢喝，账记在我名下。苏凡离开后，包厢里的空气足足凝固了半分钟。苏建猛地将酒杯摔在桌子上，得意什么？不就是投胎投的好点，有个名分吗？建哥消消气，三少他表面上确实深得老爷子信任，还有2个姐姐撑腰。信任？我看是老爷子糊涂，被他们姐弟3个哄得团团转。大姐二姐我也认了，人家手里有权利有产业，可他苏凡凭什么？一个小白脸，靠姐姐吃软饭的东西，嘿，恶心！建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谁不知道阿姨最近和老爷子走得最近？老爷子能让你参加这南城开发案，是看中你，在给你铺路啊。苏建慢慢冷静下来，渐渐放松。没错，老爷子宠我妈也给了我机会，我凭什么不能争？一切本就该是我的。苏凡回到家中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精致的饭菜，大姐苏晴正在家中等着。小凡回来了，听说那个苏建又在跳。是的，不过掀不起什么风了。要不要姐帮你一下，省得那些阿猫阿狗还觉得自己有机会。随他们去吧，好久没这么好玩的事情了。妈回来了，昨天还问我需不需要敲打那对母子。妈还是那么直接。老邓要不是靠妈撑着，集团早就垮了。那些元老听我的，可不是看他面子，所以你根本不用在意老邓的态度。苏家将来只能是咱们3个的，其他人演的再欢也是小丑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多吃点，好戏才刚开始呢，养足精神慢慢看。宴会不欢而散，苏建回到刚搬进去的别墅，神色疲惫。凭什么我拼尽全力也要被他压着一头？就因为他长在苏家。此刻敲门声响起，苏建皱着眉走向门口，门口站着的是苏白，手里提着一瓶酒。建哥，睡不着吧？我也没睡，陪你喝2杯。什么意思？我在老爷子身边这几年也认识几个有用的人，有些话明面上不能说，但私下里可以帮你通通气。就比如苏凡最近接触的那个海外资本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看好你，如果不帮你，我们这些私生子还怎么过？我爸有108个私生子，对外只认我一个嫡长子，我叫苏凡，是苏家对外承认的第3个孩子。最关键的是，苏家真正的支柱是我妈，我的底气也来自于她和我2位姐姐。如今一个自以为是的私生子，正拿着我故意放出的饵，一步步走进我设下的局。成了，李成松口了，他以后就跟着我干了。苏建的声音很高，确保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听清。李成是苏家老爷子的心腹之一，跟了老爷子超过20年，近几年专为苏凡处理事务。围在苏建的几个私生子立刻恭维起来。建哥牛逼，李成可是老爷子身边都能说上话的人。何止是说上话，苏凡那边多少机密都是他经手，挖了他等于断了苏凡的一条胳膊。苏凡算什么？不过是有个名分，2个姐姐罩着，哪有什么真本事？等着吧，有了李成的帮助，我一定可以将苏凡踩在脚下。小弟在这里恭喜建哥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说这些，你给我的关系可是帮了大忙。此刻，苏凡正坐在别墅的沙发上，苏晴和苏月坐在身旁。小凡，李成去了苏建那边，怎么回事？消息已经传开了，都说你被自己人捅了一刀，需要我和大姐做点什么吗？姐，李叔是我让他过去的。2人同时一怔，看向苏凡。你这是拿项目钓鱼，搞砸了怎么办？不是还有大姐你兜底吗？不过就是个小项目罢了，能调出苏建背后的人也值得了。接下来的几周，苏建动作频频，凭借李成带来的投名状和内部信息，迅速和国外集团合作。私生子的聚会里，苏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每次都被簇拥在中心，意气风发。很快就有小道消息流出来，三少最近好像很低调啊。能不低调吗？左膀右臂都让人挖了，项目也要飞了，换谁不粘？听说三少就在嘉禾集团2点一线，这是要认输了吧？认输？他那俩姐姐能答应？姐姐再厉害也不能替他谈项目啊，说到底还是自己立不住。老爷子听说了苏建的成绩，特意为他举办了庆功宴，地点就定在那间顶级私人会所。大姐、二姐、三哥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就等你们了。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。苏建看见我们3人走进来时，眼睛骤然亮起，端着酒杯大步迎了上去。我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想和姐姐们去清静些的角落。苏建却一步拦在了前面。
三哥，别着急走啊，知道您最近比较忙，可能没太关注。弟弟我呢，侥幸把国外集团那个合作谈下来了，刚签完字，热乎着呢。包厢里瞬间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。您给长长眼，毕竟这项目您之前也费了不少心，虽然最后是弟弟我谈下来了，但饮水思源，怎么也得记您一笔辛苦，对吧？蠢货，让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苏凡，别装了，你的项目是我的了，你心里早就慌得不行了吧？强撑给谁看？我该慌什么？你替我打工的这么卖力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说什么？此时，合作方代表史密斯先生登台致辞，在一番常规的客套后，他郑重宣布：本公司与苏氏集团已开展深度合作。掌声响起，苏建最为用力，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得意。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凭借这个项目，在苏家的地位飙升，将苏凡彻底踩在脚下的样子。听到了吗，苏凡？这是我的成果，是我苏建谈下来的。你输了。因此，经过我集团董事会最终决议，本次战略合作在苏氏集团的负责人是……他顿了顿，包厢内安静的能听到呼吸声。苏建的心跳得飞快，看向老爷子坐着的主位。是我，苏凡，你输了。就算你有2个姐姐罩着，又能怎么样？事实胜于雄辩，你就是不如我，我才是爸最看重的儿子。苏凡，苏三少。会场没有响起掌声，而是响起了低低的惊呼声。苏建的笑容变成了震惊和茫然，仿佛听不懂史密斯在说什么。什么？史密斯先生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是我，苏建，是我和李成，我们谈的细节。苏建先生，我并未说错。苏氏集团的签字代表及指定项目总裁明确写着苏凡先生的名字。至于您的沟通，我们理解那是在苏凡先生的授权下。苏建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。而此刻，我却举起酒杯，向台上的史密斯先生致意。合作愉快。我没有看失魂落魄的苏建一眼，三人一同向主位的父亲点头示意，准备离开。苏凡，你阴我！你从一开始就算计我，李成是你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我停下了脚步，走到他面前，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对啊，我故意的。看你上蹿下跳的样子特别有趣，尤其是刚才宣布前那一刻，你是不是都快憋不住笑了？”苏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现在的表情怎么这么难看？接着笑啊！我和你拼了！苏建被气得浑身颤抖，羞辱和愤怒冲垮了理智，举起拳头就要冲上来，却被保安牢牢架住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记住吧，弟弟，有些东西生来没有，这辈子就别痴心妄想了。姐，这里空气不太好，我们走吧。我左右伴着大姐和二姐，穿过人群径直离去，身后是面如死灰的苏建。爸，您都看到了吧？苏凡他根本没把我当兄弟。昨晚那种场合他那么羞辱我，项目都是我谈的，凭什么最后功劳全是他的？建儿，你先坐下，冷静冷静。我不做。爸，您说回来不会让我受委屈，可是现在我在这个家还有什么地位？妈昨晚哭了一夜，说我们娘俩就不该回来受这个气。项目的事情我查过了，李成确实一开始就是苏凡安排的人，整个合作框架他早就打好了。那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让我像个傻子一样？我需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苏家这条船太大了，不能只有一个声音。苏凡能力是不错，他2个姐姐更是了不得，但我还是最看好你。爸，您真的看好我？你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不看好你？建儿，你年轻有野心，让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这是好事。那是当然。苏凡他凭什么？不就是有个名分，还有2个姐姐帮衬吗？我肯定比他强。好，有志气。南城那个开发案虽然是让苏凡规划，但具体执行还没有定下来，我让你负责。另外，我会从我的私人账户给你一笔钱，让你组建自己的团队。谢谢爸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去吧，好好准备。有些人太得意忘形了。我明白。苏建意气风发地离开书房，苏半城的脸立刻变得冷漠。书房的门被再次推开，一个气质沉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正是苏白，和在苏建面前怯懦的形象判若两人。父亲，他走了。走了。苏建看起来信心十足啊。稍微给点甜头就找不到北，让他去跟苏凡斗，正好吸引那姐弟的注意力。父亲英明，他们母子又蠢又爱蹦跶，是再好不过的靶子。让你跟在他身边，委屈你了。儿子不委屈，能为父亲分忧是我的本分。你母亲走得早，你又是我从小亲自带大的，是我真正看好的接班人。苏建那种货色不过是用来铺路的石子。父亲放心，我会继续在暗处配合。公司资产转移的事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了。另外，听说那个女人回来了。那个女人还有脸回来？她倒是清闲，这么多年集团的钱都被她拿着，我这个董事长手上能动的钱，还不如苏凡那个小兔崽子每年的零花钱多。苏青能坐稳海外，苏叶在国内商界手眼通天，恐怕都离不开他的暗中支持。苏凡更不用说，他那些主意背后肯定有他的指点。别提他们，一个个翅膀硬了，眼里还有我这个爹。你继续盯着，必要的时候给苏建那蠢货透点内幕，让他咬苏凡咬得更狠一些。是，父亲。不过苏建那人虽然蠢，但还有点基本的底线。太脏的事他未必肯做。那就逼他做，
人到了绝境，哪里还顾得上干不干净？我明白了。得到父亲明面上的全力支持，苏建的腰杆瞬间硬了起来。他拿着苏半城给的巨额资金，组建了一个看起来颇为豪华的团队，进驻了南城开发案。你是说苏凡将这个项目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找不出一点毛病？剑哥，苏凡确实有2把刷子，还有2个姐姐帮衬着。那怎么办？老爷子让我来，可不是让我来当陪跑的。剑哥，有时候非常之事需要用非常手段。你什么意思？剑哥，既然苏凡把项目做得滴水不漏，那我们就让他出点问题，比如给工地制造点意外事故，或是合作方代表突然身体不适，甚至可以找点人去问候一下苏凡身边那些得力助手的家人。你疯了吗？你让我去害人？剑哥，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。老爷子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若是做不出成绩，岂不是让苏凡笑话？到时候别说在苏家站稳脚跟，恐怕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啊！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堂堂正正，我要赢他也是堂堂正正的赢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不会用，你以后再说这种话就给我滚出去！剑哥息怒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太着急了。我也是想替您分忧。你先出去吧，让我静静。这个蠢货，给你铺路你不走，活该被苏凡踩在脚下。你不干，我干，功劳归我，黑锅自然是由你苏建来背。此时，我和姐姐3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听着下属汇报。苏总，材料供应商在送货的时候遭遇车祸了，说要终止合作，好几个员工都说收到了威胁短信。哟，这么快就狗急跳墙了，手段还挺脏。苏晴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去查一下那些短信的来源，还有车祸当天的路面监控。半小时内我要看到报告。苏建太过分了，小凡，要不要姐帮你找点关系？我这弟弟虽然蠢，可还没到用这种脏招的地步。此时，苏建听说了这件事，正在办公室焦头烂额，对着电话发火：查，给我彻底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？苏白匆匆赶来，手里拿着几份调查档案。剑哥，不好了，我私下找人查了，所有线索似乎都隐隐指向你。什么？胡说什么？供应商那边说，有一个自称苏建少爷手下的人接触过他们。放屁啊！我从来没做过，这是诬陷。剑哥，我当然信你，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，都说您竞争不过3少，就开始用下三滥的手段。更麻烦的是，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说这些事可能和您母亲有关。你说什么？有人说是您母亲私下授意，想帮您扫清障碍。毕竟她最近很得老爷子欢心，可能心急了点。我妈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查，给我往死里查！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泼脏水。苏建彻底失去了冷静，他调用了自己的所有资源，甚至不惜花钱请了私人侦探，疯狂追查真相。而这一切都被苏凡看在眼里。苏建那边动静不小，看来是真急了。苏白那条疯狗咬得挺狠，连人家妈都扯进来了。狗急了也会跳墙，看来我这位弟弟还没蠢到无可救药。要插手吗？我这边已经查到苏白私下接触的几个关键人了，证据链差不多齐了。再等等，让他自己向下查，挖得越深，看清的越明白。3天后，苏建拿到了侦探给他的最终报告，看着上面清晰的资金流动和苏白的通话记录，他浑身颤抖。是苏白，一直都是他，他利用我，陷害我，还想毁了我。他攥紧报告，在办公室坐了1天1夜，最终他下定决心，驱车赶往苏凡的别墅。进来。苏建推门而入，手里带着文件，面色苍白。哥，我有事找你。如果是来宣战的，门在那边；如果是来求饶的，我没什么兴趣。我不是来宣战，也不是来求饶，我是来认输的。哦，我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，不只是能力，还有眼光、格局、看人的本事。苏建把文件袋放在桌上，这些都是证据。供应商的事，那些短信都是苏白做的，他利用我对付你，事情败露就全部推到我头上，还散播谣言污蔑我和我妈。证据挺全，怎么查到的？花钱，用人拼了命的去查。所以你是因为你母亲醒悟的？也不全是，我回来之后一直觉得自己才是该站在高处的人。我觉得你只是运气好，有姐姐帮衬。我觉得爸给我机会就是认可我，可我错了，我连身边人都分不清，我拿什么和你争？现在分清了，分清了，爸恐怕也没把我当儿子，只是用来对付你的工具而已。而你明明早就知道这一切，却一直冷眼旁观，看我像个傻子一样。你为什么不动手？动手？对付苏白那种角色需要我亲自动手吗？苏白的背后是那个老登，我早就知道。那你还放任我上蹿下跳？因为你闹得越欢，老登就越安心，他觉得你在吸引火力，所以我回来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。那我妈呢？她说过他俩可是真爱。你觉得那老登配拥有真爱吗？他要是有真爱，还会有这么多私生子吗？他做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恶心我妈罢了。阿姨，我妈姓秦，当年苏家集团濒临破产，是秦家一手拉起来的，股权里写的明明白白，集团超过50%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我妈签字。老登的董事长是个招牌，我和大姐二姐手里的才是实权。那爸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还叫爸？那老登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有人能让你一句话就破产，你怕不怕？
现在老登估计都快急哭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拿着这些证据去跟老登哭诉，但老登大概率会把苏白摘干净，把你赶出去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当然有，东西你拿着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我这边的人了。你做你该做的事，该汇报的汇报，该针对的针对。但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情？盯紧老登和苏白的资金流向，尤其是他们试图转移资产的小动作。我明白了。苏建走后，苏晴和苏月从楼梯上下来。小凡，我可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你真的信他？不是信，是要用他。他恨苏白，也看清了老登。除了我这，他没地方去。老登还真是不死心，以为找个苏建这样的炮灰就能搅动风云。苏白那种货色也配在背后搞小动作？大姐，苏白那边刚收了一家小型建材公司，用的是老登海外的一个皮包公司，手法挺隐蔽，不过资金流已经被我盯死了。不急，让他们再动一动。老登越觉得自己安全，尾巴就露得越彻底。小凡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收网？虽然是政治联姻，但怎么说都是一家人。他非要勾心斗角，等苏建把最后几条资金链摸清楚。老登不是喜欢演戏吗？我们陪他演到底。书房中，苏半成坐在书桌后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苏白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财务报告。父亲，海外那3笔资金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账户上，就算那个女人要查，也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做得干净吗？绝对干净，我亲自跑了一趟，所有文件都是线下签署，没有电子记录。另外，我通过空壳公司收购了集团下游3家小型建材企业，账目做得天衣无缝。好，很好。苏建最近有什么动静？他整天忙着在南城工地上表现呢。听说为了做出成绩，连续1周睡在工地上。蠢货一个，真以为您把项目给他就是重用他？让他折腾吧，他越努力，苏凡那小子就越会盯着他。你快点加速财产转移，等我们手上有足够的资本，我们就不用再看那母子4人的脸色了。父亲放心，我明白轻重。1周后，苏半成以战略调整为由，紧急召开集团高层参加会议。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苏半成坐在主位，脸上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亢奋。苏白坐在他左手边。今天召集大家是有重大事项宣布。近年来，集团业务过于集中，风险较高。我已经成立了子公司独立运营。董事长，这么大的动作会不会影响集团的业务？放心，相关数据和预案我已经让苏白准备妥当，子公司将由我亲自挂帅，苏白担任执行总裁，这是集团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。苏半成说话时，目光扫过苏凡3人，却见他们目光平静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不安，但想到那些已经转移出去的资产，又镇定下来。父亲这个提议很有意思，不过我有个问题，成立新公司需要大量启动资金和资源，不知道父亲是在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钱？苏涵，你管得可真宽，我手里就不能有一点流动资金吗？流动资金当然可以，不过据我所知，父亲您名下的私人账户在3个月内有超过20亿资金流向海外。你监视我？父亲，不是监视，是合法的财务监管。根据集团章程，超过5亿的流动资金需要向董事会报备。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，几位元老面面相觑。董事长，您得给个解释。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布局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是吗？那为什么这些资金刚好跟上个月集团转出去的钱一样呢？而且每一笔的最终收款方都是父亲您和苏白名下新注册的空壳公司。这是伪造，大姐，就算您掌权海外，也不能这样污蔑父亲。伪造？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名下的隐藏资产都是在哪里来的呢？苏白脸色煞白，嘴唇发抖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苏半成呼吸急促。父亲，您不是开了新公司吗？可惜您转移的每一分钱、每一份合同、每一份公章都在流转途中被合法合规的扣下了。老苏，你这是在掏空集团，你对得起这些年大家的付出吗？你们早就知道了。从你第一次让苏白接触财务系统开始就知道了。会议室门被推开，集团监察部的人走了进来。董事长，苏白先生，这是集团监察部和法务部联合签发的调查通知，请2位配合我们。都是他指使我的，是苏半成说将来公司给我，我只是听他的。逆子，你竟敢反咬我一口！场面一度失控。苏凡走到窗边，拨打了个电话。进来吧。片刻后，苏建推门而入，手里拿着一些文件。各位叔伯，我是苏建。过去几个月，我受3哥委托，全程跟踪了父亲和苏白的资金流向，证据全都在这里。苏建将文件全部放在桌上。你什么时候？从您的好儿子苏白做的那些事开始，这些证据足够司法介入，但3哥说家丑不必外扬，只要您签了这份股权自愿转让协议，放弃集团所有职务，安心退休，之前的事集团可以不追究。苏建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苏半成面前。你们真的要我净身出户？您名下的私人房产、车辆都可以留着，但集团股权不行。您本来就是个招牌，不是吗？那我呢，哥，我很听话的，都是苏半成让我做的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买凶杀人、威胁勒索，还有什么是你这个人渣做不出来的？弟弟，花一手带了你20年，说反水就反水，你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留你呢？苏半成瘫倒在椅子上，
仿佛一瞬间老了10岁。苏白被监察人员带离，嘴里仍然骂骂咧咧。会议到此为止，集团一切运营照旧，海外业务由我负责，国内战略由月月负责，小凡负责统筹大局。至于南城项目，苏晴看向苏建，苏建这段时间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，项目由他继续跟进，直接向小凡汇报，有没有问题？几位元老交换眼神，陆续点头。苏建握紧拳头，深吸一口气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尘埃落定，会议室只剩下了苏家姐弟3人与苏建。还行，也不是那么蠢。二姐，就别挖苦我了。还恨我吗？不恨了，三哥。以前觉得你凭什么拥有一切，现在才知道，你拥有的都是你守得住的。知道差在哪儿就还有救，以后好好干。苏家从来都不亏待自家人。苏家集团最后以苏半城彻底退出，苏白设法被查告中，而苏建这个曾经野心勃勃的私生子，在认清现实、选择站位后，竟意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成为集团的中流砥柱。剩下的私生子逐渐被边缘化，苏凡的母亲也正式回归，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坐镇集团。三哥，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和我母亲过上好日子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妈说今晚家宴炖了汤，让你妈妈必须喝3碗呢。好。